你一定想不到，每个人每晚会做4到7个梦，每个梦大约持续5到20分钟时间。如果按80年的寿命，一生有将近6万个小时都在做梦，相当于10年的清醒时间。不过，它到底有什么用呢？这个跟意淫一样看上去毫无价值的生理技能，既然能在漫长的人类演化中保留下来，难道真的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今天咱们聊聊跟梦有关的迷思，大脑是如何做梦的，做梦究竟有什么用，以及我们能否像盗梦空间一样操控梦境。你是不是也做过这些梦？梦见从高空坠落，有时候身体还会抖动一下，从梦中惊醒；梦见自由自在的飞翔，有时候会害怕，有时候感觉很爽；梦见跟人打架，或者是被人追杀；梦见跟自己的男神女神，甚至是陌生人缠绵云雨；其他还有梦见考试、吃东西、被蛇咬、追不上公交车等等。很难想象，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大脑竟然可以编排出如此具体且真实的场景。然而在我们刚睡醒的10分钟内，90%的梦又被大脑清扫得一干二净，这也是我们每天都做梦却意识不到的原因。但现在我们有必要怀疑，大脑是不是趁我们睡着的时候干了些见不得人的勾当。1952年，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阿瑟林斯基在观察婴儿睡觉时发现，在某些时段，婴儿的眼球会快速左右移动，同时伴随着活跃的脑波活动。但在这些活跃睡眠阶段前后，婴儿的眼球静止不动，脑波也恢复平静。更奇怪的是，这两种睡眠阶段会以大致规律的模式，在夜里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进行。他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导师克莱德曼，这位可是睡眠界的狠人，曾把自己关在阴森黑暗的猛犸洞穴整整32天，来研究昼夜节律。这次也不例外，他用自己尚在襁褓的女儿又重复了一遍实验，得到了同样的结果。睡眠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而是两种睡眠阶段重复循环进行，分别是快速眼动睡眠和非快速眼动睡眠。之后，克莱德曼的另外一个学生迪蒙特也受到启发，做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实验。他找来一些受试者，让他们先睡觉，然后在不同的睡眠阶段叫醒他们。结果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被叫醒时，受试者正在做梦的概率几乎达到了 90%。 所以梦通常出现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那这个时候大脑在干嘛呢？自然也没闲着。前面提到，快速眼动睡眠阶段的脑波活动异常活跃，科学家通过脑部扫描发现，这个时候大脑中跟视觉、运动、情绪和自传式记忆相关的区域活跃度甚至比清醒时还高了 30%。 听上去很矛盾，对吧？身体明明在睡觉，大脑却跟醒着一样。而且睡着的时候我们没有处理外界信息，这些脑细胞难道在自嗨吗？事实上，跟醒着时大脑把外界的感觉信息传递到皮质上不同。快速眼动睡眠是让情绪、动机、记忆信息在我们的视觉、听觉与运动感觉皮质的大荧幕上演出。你像是被大脑带入了一场奇幻舞台剧，新的记忆元素跟以往的经验就跟新老演员一样，以一种奇妙且复杂的方式联系起来。也正是因为没有剧本，自由联想的信息处理方式恰好激发了我们在醒着时难以获得的创造力。不过这也引发了一个问题，我们的身体是怎么知道大脑在做梦，还是真的发出了行动指令呢？放心，大脑只需略微出手，在进入快速眼动睡眠的几秒钟前，大脑会发出一种强大的信号，让我们的肌肉完全失去张力和强度。这个时候身体被锁定，我们就可以安全做梦，以免把奇葩的剧情搬到现实中来。试想一下，如果身体没有锁定，而你梦里正在跟人打架，会不会一不小心把身边的爱人踹到床底下？你怎么跟他解释，对吧？如果你觉得做梦是大脑在无聊的睡眠中找点乐子，或者是快速眼动睡眠的附赠品，那就大错特错了。它的作用远超我们的想象，有些梦甚至给人类历史带来了最具革命性的跃迁。小伙伴们都知道元素周期表，但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个宇宙中所有已知元素的排列规律是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在梦境中找到的。此前他已经为找到这些元素的规律努力了好几年，甚至还做了一套卡牌，每张卡上记录一个元素和它特有的化学性质，然后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火车上，都走火入魔似的一次又一次打乱排列再打乱，可惜都以失败告终。就是又经过了3天3夜不眠的努力之后，门捷列夫在沮丧和疲惫中睡着了。接着他的梦里出现了所有的元素和一个表格，这些元素就像训练有素的队伍，一个个在表格里对号入座，而且每一列每一栏都呈现出原子和电子特征完美的逻辑规律。就这样，一个严谨的化学元素排列规律竟然以这种模糊且戏剧性的方式找到了。而且科学界在梦中实现的创举还不止这一次。化学家奥古斯特·凯库勒
在梦里找到了苯的化学结构。神经科学家奥托洛伊在梦里发现了神经细胞沟通的方式。不可否认，他们在做这种创建性的梦之前，已经在现实中经历了无数次的研究和思考。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梦里完成划时代的创举，但有一点也无需质疑，那就是做梦真的能提高每个人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英国科学家马修沃克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他把单词的字母打乱，比如 AMDRE 其实是单词 dream， 然后让受试者先睡觉，同样是在不同的睡眠阶段叫醒他们。这期受试者好像都没睡好过。叫醒之后，让他们把打乱的字母恢复成正确单词，每个单词只有几秒钟时间。结果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也就是做梦的时候被叫醒的人，解答的效果完胜在非快速眼动睡眠阶段被叫醒的人。他们甚至觉得这些单词自己跳了出来。研究人员觉得，相对于非快速眼动睡眠和清醒时，做梦时的大脑是完全不同的运作机制。大脑不再受限于传统的局部的思考逻辑，而像是把望远镜反过来看，我们的目光就不再专注于狭窄的视野，而是能鸟瞰大脑的全局信息，洞察所有可能的组合方式。这些都是创造力的最佳来源。所以如果你被什么问题困扰着，百思不得其解，不如去睡个觉，或许答案就在梦中。除了创造力，做梦还跟我们的情绪和心理健康有直接关系。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大脑中有一种跟压力有关的重要化学物质去甲肾上腺素完全停止释放，而且一天24小时当中，这种刺激焦虑的分子只有在我们做梦的时候才会停止释放。也就是说，焦虑、伤感等负面的情绪水平降到最低，它就像给心理伤口涂上一层舒缓药膏，达到自我疗愈的效果。另外，芝加哥拉什大学的卡特莱特教授对临床病患进行了为期1年的追踪研究后发现，经历痛苦经验而出现抑郁迹象的人，如果在梦里掩饰了自己的痛苦经历，就更容易从绝望情绪中解脱，恢复正常的精神状态。大脑重演内心深处的恐惧和糟糕记忆，其实是让我们练习处理最危险的事件和情境。换句话说，噩梦也是大脑变着法的保护我们。人们常说，时间会治愈所有的伤痛，从某种角度来看，是睡眠和一些特定的梦让我们从痛苦中走了出来。如果能像盗梦空间一样控制自己的梦境，就代表可以在梦里为所欲为，岂不是比玩虚拟现实游戏还过瘾？不过就目前来看，人只有在清醒梦中才有操控梦境的可能性。清醒梦是什么呢？小伙伴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你在做梦，而且你也知道自己在做梦，在梦里你也有清醒的意识。听上去不可思议，但有个巧妙的实验的确证实了这种现象。科学家找了一些能做清醒梦的人，扫描他们的大脑，并让他们先握紧左手，再握紧右手，如此反复，目的是确认控制左手和右手使用的脑区。然后受试者睡过去，在清醒梦阶段，他们用约定好的眼球移动方式告诉研究人员，自己要开始轮流握紧左手和右手了。当然，因为做梦时肌肉会失去张力，所以受试者的手并没有活动，只是大脑在梦中发出的行动指令。研究人员扫描大脑活动后发现，他们打信号表示要握哪只手后，脑区亮起的部位跟醒着时是完全吻合的。这就说明能够做清醒梦的人可以控制自己在梦中做的事情。不过遗憾的是，超过 80% 的人都没有天生做清醒梦的能力。虽然心理生理学家斯蒂芬·拉贝格提出了一个清醒梦的记忆术归纳法，但在实验中的成功率并不高。而且目前科学家也尚不清楚清醒梦对人类来说是好是坏。所以就像 YV Sleep 说的，如果梦的意志控制真的有用，自然之母应该会让大部分人拥有这个能力。虽然控制梦境暂时还很难做到，但影响梦的内容倒是简单得多。很多人都以为梦是随机的，但纪录片《睡眠科学》中，蒙特利尔大学的扎德拉博士提到，梦境有很多规律可循，它与现实生活存在一定的延续性。咱们也能发现，有些情景在某些时候确实更容易出现在梦里，比如上学时更容易梦到考试。根据梦的激活合成理论，做梦是大脑的不同部位被外界的信号刺激所激活，然后把这些信息串联成了梦境。有些研究是一群人在玩了滑雪游戏后，1/3的人都做了相关的梦。试想一下，如果获取的信息只在白天经历一次，那他很快就会忘掉，难以进入长期记忆。但如果能在梦里重现几次，记住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快速眼动睡眠的大脑活动就像是现实经历的情景再现，起到巩固记忆、加强链接的作用，所以本质上它有助于我们的记忆和学习。现在我们不仅知道了如何影响梦，似乎还发现了梦在我们获取新知识时起到的作用。比如学习，我们只需要在白天多练习几次，在夜晚睡个好觉，就能记得更牢，学得更快。当然，我们或许忽略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如果睡不好，也就不可能好好的做梦。反正我睡不着的时候，都会听着催眠纪录片《宁静的世界》来入睡，里面的白噪声有助于大脑产生谐振，进入安静放松的状态。最后，希望大家每晚都能睡个好觉，做个好梦，给个3连。夜深人静，意兴阑珊。虽然那些羞涩网站对于老时间的你已失去诱惑，但为了排解一整天的疲惫和压力，你还是忍不住在浏览器的无痕窗口中输入了已熟记于心的网址。当红绿闪烁的画面铺满视野，你的大脑又开始释放多巴胺，给你带来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慰藉。从血脉喷张的第一次到阅遍无数的老司机，你忘了自己删过多少次几十 G 的学习资料又重新下载回来，也忘了发过多少次誓要抛弃那几位老师，却总是旧情复燃。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开始觉得兴趣索然了，精力不振了，身体不如从前了。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协和百度。今天咱们聊聊经常看羞涩片，大脑会发生哪些微妙的变化。还是从第一次说起。据统计，全球男性首次浏览羞涩片的平均年龄为10岁，而这个年纪刚好是第一性征发育的时间。在这之前，男孩对异性基本不感兴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小时候看《西游记》时，面对这么多美女妖精，却只想让那个抓耳挠腮的猴子一棒子打死。但这个局面在接受第一次生理教育时彻底改变。未经人事的你哪经得住这种场面？不可描述的图像猛烈刺激着大脑，什么动画片、《西游记》全都抛之脑后了。这个时候，大脑只忙于一件事儿，释放多巴胺。多巴胺传递的信号激活了奖赏通路，给你带来愉悦和兴奋的感觉。有快感就有欲望，也就有成瘾的可能性。不过这个机制并不是进化的败笔，相反，它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基因的延续。比如吃东西、性行为都能刺激多巴胺的释放。它的逻辑是先让你尝到甜头，给你奖赏，你才有动力去找吃的避免饿死，去找对象传宗接代。此时大脑里的多巴胺呈爆发式增长，你不知道为什么心跳加速、头脑沸腾、身体燥热，但这种快感你一定能感受到是前所未有的。就这样，青春期的懵懂在新奇的画面中变成了真实的欲望。虽然可能仅仅几分钟就结束了第一课，但这种体验已经深深地刻在脑海里。奖赏系统一旦发现了有潜在价值的东西后，就会分泌多巴胺，给大脑中负责学习记忆的回路发送提醒的信号，让他们记住什么东西或者行为能带来快感，下一次该如何获取。这种高强度的刺激是你从其他行为中难以获得的。虽说吃东西、打游戏也能刺激大脑，但都没有羞涩片来得那么强烈。性是自然界能给予人类快感度最高的行为。于是你开始时不时回忆和脑补，找机会体验第2次、第3次，欲望也就形成了。所以多巴胺也被称为欲望分子。而且你会发现自己开始对某些信号特别敏感，比如看到性感图片、听朋友讲荤段子，或者是独处一室，它们像是触发器，一旦触碰就激活了大脑的欲望回路，让你产生想要看片的强烈渴望。这是因为大脑发生了敏化反应，脑神经有很强的可塑性，几次刺激后，欲望回路神经细胞间的联系加强，更容易被触发。所以跟刺激相关的信息，别人看了可能内心平静毫无波澜，但你看了没准会躁动不安。随着观看的次数越来越多，下载的学习资料越来越大，慢慢的你发现看片带来的快感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这是因为奖赏预测误差的减少。能够刺激多巴胺的并不是奖赏，而是奖赏预测误差，就是说实际的奖励要超出我们的预期才行。所以多巴胺还有个名字叫预期分子。比如你家楼下新开了一家面包店，你会想进去尝尝味道如何，这种感觉来自于对陌生事物的预期，就是多巴胺作用的结果。你觉得好吃，于是每天都来光顾，但时间一长，你发现味道也就一般。其实面包的味道没有变，变的是你的预期。看片也是一样，看得多了，那些重复的画面跟你的预期基本一致，甚至还达不到预期，也就觉得索然无味了。另外，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大脑还出现了脱敏反应，也就是耐受性提高了。有一项研究调查了64名健康的男性，他们每周看片0到 19.5 个小时不等。通过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扫描他们的大脑，发现看片较多的受试者，大脑中跟奖励和动机相关的纹状体的活跃度下降，甚至出现了萎缩。如此一来，大脑对刺激也就变得迟钝和麻木了。此时你的大脑已经从涉世未深的小白变成了久经沙场的老油条，你不再满足于简单的重复的只有少数演员的羞涩片，转而去寻找更刺激和另类的，以维持最初的快感程度。我猜你会想，这么费劲，不看了不就行了吗？当然没有这么简单，瘾一旦形成是很难戒掉的。正常情况下，多巴胺系统并不是完全静止的，
而是会以每秒3到5次的速度被激发。看片时速率激增到每秒20到30次，但如果预期的奖赏没有实现，多巴胺的激发速率会下降到0，这种落差感是非常痛苦的。吃山珍海味习惯了，突然让你吃糠咽菜，那谁受得了，对吧？我们看那些瘾君子、酗酒者戒不掉，并不是他们享受那种极度的快感，也不是意志力薄弱，而是难以忍受跌入谷底的痛苦。既然戒不掉，咱们继续往下看。其实按理说，看片是很稀松平常的行为，几乎所有的男性都接受过这种教育。全球最大的羞涩网站的日访问量高达7500万次。放心，我是不会教坏你们，告诉你们地址的。大部分用户平均每周会看2个小时以上，但成瘾者的问题就比较严重了。他们几乎每天都会花费1个小时时间在羞涩片上，因为他们的大脑还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额叶功能退化。多巴胺在欲望回路中让我们产生了最原始的冲动，但我们也能发现，这个冲动并不是不分场合、不合时宜的。没人会在大庭广众下看片，对吧？它被一种力量限制在合适的范围内，这个力量来自于多巴胺控制回路，从福特贝盖区出发，穿过大脑来到额叶。它衡量欲望回路的要求，进行理解和分析，不合理的要求就压制下去，合理的会进一步规划方案实现目标。正常情况，人们是在欲望回路跟控制回路的拉扯下保持着平衡，但成瘾者控制回路的终点额叶的灰质会发生变化，使得控制冲动和预知后果的能力下降，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了。正常人看片可能还纠结一下，伤身体悠着点，成瘾后就不一样了，欲望回路吊打控制回路，饮血战胜了理智，还想什么呢？赶紧爽一把，在虚拟的快感中越陷越深。而且控制回路的控制力下降，不仅仅是影响看片这一个行为，你会发现自己更容易沉迷于即时快乐，对容易上瘾的事物更加难以抵抗，比如抽烟、喝酒、打游戏等等。而那些需要延迟满足的行为，像学习、社交、锻炼身体，你是一点都提不起兴趣。但问题是，这些事儿才是现实生活的主旋律，如果没有好好对待，一定会有反噬的结果。学习下降了，人际关系变差了，身体不舒服了，各种压力随之而来。排解压力，喜欢抽烟的会抽根烟，喜欢打游戏的会组团开黑，当然喜欢看片的也会去看个片儿。成瘾者大脑中的压力处理部分失常，这也是戒不掉瘾的一个原因。因为戒瘾本来就会带来压力，而压力容易导致成瘾者破戒，简直就是个死循环。到头来你根本离不开羞涩片，它既是开心时的奖励，也是失落时的慰藉。看片成为一种下意识的习惯，即便它已经无法给你足够的快感和满足，但你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根本停不下来。除了对大脑的影响，你也会发现身体和生活都在慢慢变糟。根据2021年的一项研究，男性功能障碍简称 ED 与羞涩片观看量有明显的相关性， 21.48% 的用户有一定程度的 ED。 很小就开始看羞涩片的用户，一般是10岁之前， ED 的比例甚至高达 58%。 加上很多影片都存在错误的病态的引导，观看者在心理上难免会有自卑的倾向。还有一项研究调查了1500位年轻人，来了解羞涩片的使用剂量对性满意度的影响。结果显示，观看羞涩片越频繁，现实中的满意度也就越低，而且仅仅是观看了几次，就能使满意度开始下降。毕竟羞涩片里那些绝美的尤物、夸张的动作、奇葩的剧情，很多在现实中是没办法实现的。两种体验的巨大落差，会让你对真实的伴侣失去兴趣和欲望。现实中得不到的满足，只能变本加厉的在影片中寻找安慰，然后在现实中更加得不到满足，久而久之越陷越深，无法自拔，严重影响正常的生活。为了改变现状，你决定重建自己，戒掉看片瘾，但仅仅过了2-3天，就开始出现焦虑、易怒、失眠等戒断症状。而且你越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些画面，大脑就越频繁地挑逗你。据统计， 82% 的男性因为无法忍受戒色的痛苦而最终失败。不过当你坚持到2周的时候，你会发现欲望没有之前那么强烈了，可以专注学习、工作等一些事情而不分心了，看到敏感信息的时候也不会蠢蠢欲动了。这代表多巴胺的耐受性已经慢慢下降了。1个月后，你每天早上醒来都精神十足，大脑不再时不时跳出少儿不宜的画面，你的注意力更集中了，思维更活跃了。而这仅仅是正向反馈的开始，慢慢的你还发现在学习、旅游、社交中也能获得愉悦感，而且这次是健康的、持久的、不会成瘾的愉悦感。最后想说，既然大脑神经有很强的可塑性，那就完全可以像粘土一样在我们的手中变换形状，而不是把我们当成傀儡一样肆意摆弄。所以从虚拟的图像中走出来，去尝试更多现实中的事情，你会看到不一样的自己，收获不一样的快乐。1957年，年轻小伙莱特被确诊患上了淋巴肉瘤癌晚期。
医生让他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因为他认为莱特活不过1周。但莱特仍有一份倔强，要求医生为其注射当时被广泛看好的一种新药。结果肿瘤就像火炉中的雪球一样迅速减小，莱特也竟然能在1周后下床散步了。不过2个月后，有科学文献质疑新药的疗效，莱特深受打击，肿瘤也寻息而归。为了帮助莱特，医生撒了一个善意的谎，他告诉莱特，原来那批药运送不当导致变质，失去疗效了，现在这批保证疗效。但其实这次注射的只是蒸馏水。神奇的是，莱特病情又一次好转了。可惜2个月后，美国医学会披露这个药一文不值，莱特最终丧失信心，很快就离世了。如果这个事儿不是出现在心理学领域的一篇报道中，估计所有人都以为它是哪个电视剧里的狗血剧情。一位名叫丽萨·兰金的临床医生看了之后更是不以为然，毕竟这挑战了他的医学认知。然后他开始研究跟安慰剂相关的所有资料，结果发现心理暗示的作用大得超乎想象。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今天咱们解丽萨·兰金博士的《安慰剂效应》这本书，聊聊安慰剂的神奇效果、安慰剂的作用机制，以及如何利用心理暗示让自己的身心变得强大。莱特的案例毕竟是个例，存在很大的偶然性。如果多找一些样本进行随机的、双盲的、有对照组的实验，或许更有研究价值。有个实验恰好符合这一要求。一位名叫布鲁斯·莫里斯的外科医生，为了证明自己膝关节手术的成效，找来2组膝关节疼痛的患者，一组接受了真正的手术，另外一组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莫里斯医生做了假手术。为了让患者相信，他还给患者麻醉，在膝盖处开切口并缝合。现在看这个实验多少有些不人道。结果接受真正手术的患者有1/3感到膝盖处的疼痛有所缓解。奇怪的是，接受假手术的那一组竟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你看，这就相当于我病了，不管你是有祖传秘方还是卖狗皮膏药的，也不管你给我的药丸是真的有用还是麦丽素，只要我相信能被你医好，我就真的能被你医好。如果心理力量真的能对身体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那老年人痴迷于面粉购兑的虚假保健产品的现象也就变得合理了。或许他们带来的效果不只是停留在心理层面，终究是我们低估了骗子啊。既然积极的心理暗示可以让身心更健康，那消极的心理暗示会不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呢？在一项研究中，2组患者参与一种化疗新药试验，实验组拿到的是真药，而对照组被提供了生理盐水。他们都被告知可能会引起化疗的不良反应，结果对照组也有 30% 的人出现了脱发症状。还有个有趣的现象是，如果医学生坚持认为接触了自己研究的疾病会更容易得这个病，那 79% 的人真的会如愿以偿。怪不得苏格拉底说，若无心灵之疾，何来抱养身躯。这就是为什么医生绝对不会对任何一个病人进行消极暗示。很可能医生说谁5更走，他连3更都撑不过，比阎王还厉害。当然，前面的案例都是在不知情的前提下产生的反应。如果已经知道自己是被安慰的人，还会有安慰效果吗？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把手放在逐渐升温的加热板上，当烫的受不了时停止升温，给他们涂抹安慰剂。第一组不知道是安慰剂，可能还以为是烫伤膏。第2组被告知是安慰剂，并听研究人员讲解了安慰剂效应的知识。第3组也知道是安慰剂，但没有听讲解。结果前2组志愿者的疼痛感都有明显减轻，第3组就没有。也就是说，只要了解了安慰剂效应的原理，也能起到安慰作用。下面咱们就聊聊安慰剂是如何挖掘人们的自身机能，让身心变强大的。最容易想到的作用机制就是心理暗示了，这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无意识的自我保护、减少痛苦和学习的能力。比如我伤心的时候，安慰自己很快就会过去，心情多少会舒服点。我要是跟自己说活着没劲，可能很早就想不开了。同一件事儿，心理感知的差异取决于给自己用的是安慰剂还是反安慰剂。再深究一下，我们能发现这种作用不仅仅存在于脑海中，而是能通过科学途径检测到身体确实产生了相应的生理反应。比如记忆的想法会刺激内啡肽的释放，这种由垂体和下丘脑释放的激素最直接的作用就是镇痛，能够促进病痛缓解，提升情绪状态。另外，安慰剂效应还跟多巴胺的释放有关。多巴胺咱们应该都很熟悉，影响着人的情绪、欲望、感觉，传递兴奋和开心的信息。2战期间有个案例也解释了这个现象。美国战地医院的镇痛剂用完了，无奈之下，麻醉师给士兵们注射了生理盐水，但骗他们说是镇痛剂，结果士兵们真的感觉疼痛缓解，而这也是安慰剂效应的由来。另外，人体内有一套叫做压力反应的应激机制，
当大脑受到外界威胁时，就是人们感到恐惧、焦虑、压力大的时候，这套机制就会启动，从下丘脑到脑垂体再到肾上腺依次被激活，最终提高人体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水平。这些激素拉响了体内的报警器，导致防御体系超负荷工作，身体也就顾不上其他系统了，像免疫系统、心血管系统以及精神状态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压力大的时候就更容易生病。书中有个案例，一名盆骨痛患者平时没事，但只要他老板出现就开始疼，就是因为跟老板的关系紧张。看来有些小伙伴一上班就头疼，真不是装的。而且你会发现，如果换个环境，心情变好了，一些不适的症状很快就消失了。这是因为体内还有一套跟压力反应对抗的放松反应。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脑海中植入了希望的信念，身体内一种可再生的平静的心理状态就会被激发，来修复压力反应给身体造成的损伤。这么看的话，人的心理和生理状态很大程度上是相信自己会更好跟认为自己会变差两种想法的博弈。一、用安慰剂养成积极心态。这可不是一句没有实质性作用的鸡汤，相反，积极心态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的身心健康，甚至寿命长短。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劳拉·库布赞斯基针对1300名男性进行了10年的跟踪研究，发现乐观主义者的心脏病患病率仅为悲观主义者的一半。另一项研究表明，主观幸福的人比其他人的寿命平均长了10年之久。无论是健康人群还是病人，乐观、希望、幽默感都能降低死亡率，延长寿命。其实心态的转变非常简单，只需要改变一个想法，从原来的把坏事当成生活常态，转变为把好事当成生活常态。因为你会发现，你越关注什么，什么就越多。比如我之前最烦堵车，一周堵3次，我就觉得真倒霉，天天堵车，脏话水平也迅速提升。但其实我忽略了还有4天没堵车。当我把关注重心转移到另外4天时，也就不会在堵车的时候口吐芬芳。2. 用安慰剂减少社交焦虑。1961年，美国有个叫罗塞托的小镇，小镇居民的生活习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很多人也抽烟喝酒不运动，但神奇的是，这里的人都格外的健康和长寿。65岁以下的男性心脏病发病率几乎为0。一位医学博士研究后发现，小镇街坊邻里的关系非常好，经常互相串门，一起举办派对。这种和谐融洽又紧密联系的社交方式，甚至比作息和饮食习惯对健康的影响都要大。果然，后来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紧密的人际关系没了，健康的优势也不存在了。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花一些时间去维护社交。你像我就是个社恐，很少与人沟通，其实问题不大。重要的是改变对社交这件事的看法，因为社恐的人往往将别人视为潜在的威胁，这样每次社交对他们来说都是一场噩梦，压力激素被激发，情绪和健康都会受到影响。但如果不把社交当成负担，身体也就不会出现压力反应，反而会觉得放松，能提升幸福感和健康程度。3. 用安慰剂抵抗外界压力。说到压力，年轻人是最有话语权的。10年寒窗好不容易杀出一条血路，结果发现市场需求太少，学历严重过剩，自嘲当代孔乙己还被主流媒体批评，你说气人不？而且就业压力还只是进入社会的第一道坎，后面还有结婚、生子、育儿、养老。不管怎样，压力还得自己化解，不然影响了健康还得去医院，又多了一份就医压力。前面咱们提到的放松反应，刚好可以在长期压力下使身体重回动态平衡的状态。方法也很简单，比如冥想就很好使。如果你不想把自己关在安静的房间里练习深呼吸，还可以游泳、瑜伽、散步、哼歌。只要是符合这2个要素，一是把注意力放在简单的重复上，比如呼吸、声音等；二是不做评判的态度，就是忽略外界信息，这样都能激发放松反应。4. 用安慰剂提升自我效能。有个女孩叫艾米卡迪，19岁时遭遇了一场车祸，导致智商下降了2个标准差。根据韦氏量表标准的话，就是 IQ 小于70。医生觉得她基本也就告别学业了，但她用了8年时间读完了本科，之后又攻读博士，成为哈佛大学的教授。而她成功的秘籍就是先假装成功，直到真的成功。读研期间，卡迪一直觉得自己在学校就是滥竽充数。有次公开演讲，她紧张的想要放弃，但导师告诉她，你要做的就是假装，骗过所有人，直到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真正变成了这个样子。这让她有了强大的自我效能感，最终从假装成功变成了真正的成功。我们的大脑难以区分现实跟想象，这也是为什么想到暗恋的人心里也会小鹿乱撞。我们用假装成功的安慰剂完全可以骗过他，以此来打造强大的内心。所以下次在自卑、紧张、不相信自己的时候，就告诉自己我已经成功了，将这个信念植入大脑，你会发现没有比成功本身对成功更好的催化剂了。
最后，虽说书中提到安慰剂能够应用在疾病的疗愈上，但我个人觉得生病了还是得听医生的。安慰剂效应更大的影响是挖掘身体的自愈力，辅助身体更快地恢复健康。除此之外，在心理层面，它的确能发挥强大的暗示作用，帮我们减少内心的焦虑，培养积极心态，提升自我效能感。这些或许正是身体和心灵都保持健康状态的关键因素。